老板，饭菜都做好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明天先不用来了，有点不舒服。哦，知道了。喂，喂，凯哥，啊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客户都等着你开会呢。啊，我马上过来啊。凯哥，你怎么了？凯哥，先喝口水。见鬼了，真的见鬼了！会不会是别的猫啊？不是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就是我开车撞死那只野猫。你知道吗？猫有9条命啊，它阴魂不散，来找我索命来了。凯哥，您现在怎么也开始相信这些了呀？孩子，你要不信，来这儿干嘛呢？心中不存敬畏，恐遭协会纠缠。一定是他，一定是老头搞的鬼。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啊！你为什么这么做？
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这就对了，在你的眼睛里看到了恐惧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恶意，一不小心就会吞噬我们。你说对吧？你别跟我说没用的，我他妈就想知道到底是不是你干的。我对，有些个事情，并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。夭折的孩子，惨死的异乡人，我看过太多的离奇、恐怖的故事，我能感觉到，你害怕？我害怕。我怕什么？也许是心里有愧疚，也许是害怕因果报应。你别给我装神弄鬼啊！什么因果报应？我不怕。害怕就对了，没有敬畏，业障就不能除。知道害怕，就有办法救你。你有什么办法？那就听听吧。这里面是一位高僧诵读的破地狱咒，它能帮你驱避邪魔。多少钱呢？别试探我，这不是骗财的把戏。我愿意帮你，自有我的原因。乐乐，吃饭啦！乐乐，走了，乐乐，听话，好不好？吃饭了，不玩了，好吗？我想等高叔叔。不等高叔叔了，高叔叔不回来了，好吗？我就要等他，他说过要保护我的。来，乐乐听话，妈妈保护你，好不好？嗯，啊。林小姐，乐乐，等一下妈妈啊。你也挺不容易的，一个人带娃，还要料理这个汽修厂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哎，我看得出来，你和那个高超之间不归你管的事情，你别管。我就想说，这以前的事儿就过去了。你现在该做的就是赶紧把你父亲救出来。他真的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人贩子去坐牢，也没有必要去为一个死人坐牢。如果按你说的，我爸真能无罪释放，也不是100%无罪，毕竟你犯了高超的罪行，但跟杀人比起来不算什么。哪怕量刑，李克已经羁押的时间，我想很快就能回来。我这朋友进去好多年了，这就一直空着。你住这儿，肯定没人找得到你。
这儿就是条件差了点，挺好的，再差还能比浩一差呢。川哥，既然你怀疑你师傅是被陷害了，那干嘛还要躲着你那兄弟啊？您说那个骆警官啊？啊，你看，他现在正好也在调查刘伟，你们俩要是联手，那么很快就能查出幕后的人是谁，很快就可以给你师傅发案。第一，现在三哥的案子他们还在查我，我不能露面。第二，我师傅的案子现在是专案组在负责，他也插不上手。第三，这背后的人既然能隐藏那么多年都没人发现，说明他不是一个等闲之辈。警方介入动静太大了，我怕会打草惊蛇。明白了，我们在暗处，反而能给他们一个出其不意。对，所以现在这样其实挺好，就让他们认为高超已经死了吧。二哥，还有一句话，我不知当讲否。最近这是相声没少听啊。你说，这个人会不会就是你那个兄弟骆警官？说下去。你看啊，你一出来，他就往你手机里转了跟踪器，对吧？除了他，还有谁知道你正在调查刘伟？还有那个韩文，为什么要用刘伟当诱饵？还有费正，当年为什么要怀疑你？是看出来了，最近不仅相声没少听，美剧你也不少看哈。你就那么信任他？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值得我相信，那就是他了。我觉得你这话不对。还有我。对，你他妈跟我碰的还不够惨。罗总，你眼里还有好人吗？师傅的事儿，如果是我错了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；但如果是你错了，也请你改改你的脾气。别叫他师傅，你不配。进来。队长，有事啊？辞职啊，您签完了字，我就去找黄局。是因为李东的事？不全是吧？我想回家休息一段时间。你如果需要时间调整情绪，可以先去休个假。可是队里本来人手就不够，所以辞职的事能不能再考虑考虑？我考虑了好几天了，这个工作可能确实不太适合我。队里破的案子，其实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我记得当时黄局跟我们说有一个心理学博士要调来队里的时候，大家都高兴坏了。队长，能加入咱们这个大家庭，我挺骄傲的。大伙儿平时也都很照顾我，这些我都会记在心里。但是，这个工作跟我想的确实不太一样。我想听听你的想法。
就是我小时候啊，我爸妈每年都会带我去农村的奶奶家。有一年回去的时候呢，奶奶家那鸡3天2头的就会丢一只，大人们就说是被黄鼠狼给叼走了，所以就在那个鸡舍旁边呢弄了一个夹子。结果有一天晚上，真的就夹住了一只好肥好肥的黄鼠狼，然后我那些叔叔们呢就上去把它给打死了。哎呀，当时大人们特别高兴，我也特别高兴，就想这个偷鸡的家伙终于被逮着了。结果后来那几天奶奶家就再也没有丢过鸡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跟几个小朋友去旁边的柴垛玩，在那里面，我发现有一窝小黄鼠狼，他们就那么静静地躺在那儿。我就把我奶奶叫来了。奶奶说，这就是那只被夹死的黄鼠狼生的崽儿，因为没东西吃，被活活饿死了。我现在都忘不了那个画面，他们就那么静静地待着，跟睡着了似的，等着妈妈给他们把吃的送回来。可能等了好几天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妈妈再也回不来了。那现在的工作会让你经常想起这件事，是吗？我原来呢不太了解警察的工作，我觉得警察嘛，就是为了维护公平和正义。但是你说陶子仲这个案子，咱们给他公平了吗？向佳佳，我们给他正义了吗？还有李栋，我多想把萧天绳之以法，但是看到他在审讯室里，他是一个病人，他也是受害者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很矛盾，我承受不了，队长。你的这些感受我也会有。你也有？对啊，我也是人呢。法律没有情感，不代表执法者没有情感。但有一点，我想纠正你一下，就像你刚才的故事里讲的，绝对的公平和正义是不存在的。正因为这样，法律才有它存在的意义。社会的运转需要法律这个秩序标志，我们不能每个人都去主张自己所谓的公平和正义。如果陶子仲可以杀了张峰，那张峰的亲人是不是也可以杀了陶子仲，这才算公平呢？这不就乱了？我们的确不可能根除所有的罪恶，也没有办法挽回那些已经发生了的悲剧，但只要我们在，我们就能最大限度地阻止那些罪恶的蔓延，减少悲剧的发生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警察存在的意义。李董是个称职的好警察，你也是。尤其是在处理萧田这个案子的时候，你展现出了一个优秀的警员所应具备的所有素质。所以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！
我全都毁了。几楼8楼。别！这灯有问题啊？不是，刚才卫生间去看看卫生间有血呀。血呢？还有这个灯，刚才我砰就爆了。这不好好的吗？不是，刚才满地全是血呀，真的呀！大哥，您别逗了，这个里面要是有血啊，这一栋楼的人不都得来找我吗？你去卧室看一下，我卧室里有个女人，很刚提那女的。人呢？琴呢？不是，刚刚明明就在那儿啊！大哥，您别逗啊，你好好回忆一下，你是不是嗑药了？我嗑药？我他妈没嗑药！没嗑。我建议你啊，去好好看看医生。你去哪儿？我没病，我为什么要干医生？我。一惊一乍的，有意思吗？这次是肿瘤压迫鼻腔血管破裂，还算运气好，暂时没什么生命危险。这病没法治吗？之前跟患者沟通过，因为手术风险太大，他本人希望保守治疗，我们也不愿意冒这个险。陆队，你醒了。陆队醒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别跟他聊太久，让他多休息会儿。队长，陆队，你渴不渴啊？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哎呀，这儿舒服啊！保密工作做的可以啊，屋也可以啊，这大电视啊。哎，谢谢。在这儿睡是不是比办公室那沙发舒服多了？但是没那沙发上睡得踏实，尤其是看见你们都来了，我就更不踏实。这市局放假了吗？今天案子都不用管了。有我们这么一帮得力的队员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
心意我领了，你们也都看见了，我挺好的，没什么事儿，都回去干活去。别说话，在这儿医生说了算。你呢，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休假，局里的事儿有我呢。还有我，还有我。芊芊，你说队长这病就没什么好办法了？嗅神经母细胞瘤确实比较麻烦，再加上位置特殊，以咱们现在的医疗水平，没有什么好办法。那国外呢？国外有没有就是说先进一点的技术，或者是说咱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渠道啊？国外，我倒是有个朋友是脑神经外科的专家，我们可以去问问他。哎，那如果要是这个能行的话，确实是个方法啊。但是费用这方面是不是也还应该挺高的？高不高的？钱是事儿吗？实在不让大伙儿凑，我那还有个小房子呢。那嫂子能同意吗？他敢。我看你平时小事儿都是我让着，你真要是碰上什么大事儿，反正你能商量。你们让我进去！先生，你冷静一下，先生。先生，你冷静一点。那人什么情况？你给我！哎，这不是那自媒体卓尔不凡吗？我这样。对对，办完了。办完了。那怎么了？好像是个医闹，医院已经报警了。行，那咱别管闲事儿了，走吧。我是病人，我来看病，你报什么警？你主任不是给你开过药了吗？他开的狗屁药，根本就不管用。啊，他是新来的吗？他拿我练手呢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家都血流成河了？您家的事儿不归医院管，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影响其他病人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不进去了，你让他出来行吗？我要当面和他对质。跟您说了，倪主任今天不出诊。那你就找个出诊的来，我怀疑他给我开错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告你们，我告你，我告你，还有你，我告你们院长！你这医疗事故你可以申请仲裁，但是您在这儿无理取闹就是您的不对了呀。我无理取闹是吧？啊？我就无理取闹了，我走。你先生，你冷静一点。你给我起！先生，你给我起来！你。我是病人，我来看病的。
别管，我不是故意撞死你的。你走吧，你别缠着我了。走吧。卓凯，为了炒作，你捏造事实，说我论文造假，害我被学校取消了博士资格，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。卓凯，我苦读半辈子，就被你一条帖子全毁了。我不怕你啊，我不怕你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啊？还记得我吗？我儿子在网上募捐给我看病，你却救助我开了辆二手车，说我们家不缺钱，大伙骂呀闹，说我们连好心人都骗了，没钱治病也就算了。可惜我这一辈子本本分分，到死却落下一个千古骂名。卓凯，我咽不下这口气呀！跟我没关系了，跟我没关系了。你到底要干嘛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为什么要曝光我的信息？是为了让你的新闻更可信。为了让别人更好奇，可是你知道吗？你这么做给我带来了多大的痛苦？是你毁了我的人生。别想抓住我！哎，他住几楼啊？8楼。现场我们去了解过了，现场摆放自然，窗户也开着，而且没有发现擦痕和打斗的痕迹。高队，我简单看了一下，自行坠落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如果是被人推下楼的，死者在坠落瞬间的本能反应是会伸手抓住能够阻止坠落的东西，一般会在手上或者指甲里留下线索。但是刚才我检查了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什么事想不开能跳下来？是啊，我们也觉得纳闷儿，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情况呢有点奇怪。怎么了？这个男的上午在医院门口闹事儿，说的是他家里闹鬼。闹鬼？一会儿说有个女的在他家里弹琴，一会儿又说水龙头流出来的是血，反正乱七八糟的说了一堆。我们觉得他就是个神经病，教训了他几句就放他回去了。那个周围的人都排查了啊，问过了。有个保安说前几天他到保安亭里说也是闹鬼。对，别吓唬我了。保安怎么说？那保安去过了，其实他家里一切情况都正常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他的手机。小伙，哎，六婶，你手机查一下。行。您好，我是17号病床的朋友，他人呢？17床早跑了。跑了？人刚好一点就要回去上班，我们拉都拉不住。谢谢。你这人真奇怪，跟别人吧没病，弄个假条，千方百计的歇几天，
你呢是得了这么重的病，不好好在医院治病，反而跑到这儿求我，你怎么想的你？只要正常吃药，绝对不会影响工作。如果哪天我真的撑不住了，我主动退下来。不行，这要传出去，说这局长还有人性啊！不，黄局，您知道，警察这个职业对我来说，不是混饭吃的手段。我喜欢我的工作，如果哪天我真的倒在查案的路上，那也比在家躺着倒着数日子强。那你必须答应，如果具备了手术条件，立即回来就医。我保证。谢谢黄局。2块，谢谢。陆松，我在你们警队门口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去过医院了，护士说你跑回来了。你都知道？窦队长告诉我的。本来也没想让他们知道。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呢。这种事情说出来只会给大家添堵。你别这么想，至少我们让你觉得不是你一个人在面对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听黄局说你们刚到现场了。你好啊，那里边说吧，啊。给你的。很漂亮，谢谢。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你说。照顾好自己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一定要告诉我。那我不打扰你工作了，改天一起吃饭吧。好，一定。骆队，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应该在医院的，怎么能跑回来呢？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，所以刚才在黄局那儿，我都报过到了。你知道什么呀？医生怎么说的？医生说要有个好心情，这不好心情吗？心情好，那这个心情不好了。先前。哎，怎么着？都没声了呢？说好了啊，愿赌服输我的车，一人给我洗1天。你们这打什么赌呢？豆婶跟我们打赌，说你今天下午肯定会从医院跑回来。这几位都不信，有我了解你们队长吗？啊，队长，坐会儿吧。哎，不用，没事。案子什么情况啊？说说吧。那个叫卓凯的记者你还记得吧？记得呀，怎么了？属地派出所接到了他邻居的报案，坠楼身亡了。有目击者吗？没有，但千晓初步分析应该是自杀呢。哦，对。卓凯这种人会自杀？我也说呢。不过今天的民警还有那个小区的保安都说，卓凯这几天一直嚷嚷说他们家闹鬼。啊？但是那天我们不是去医院看你吗？出来的时候他正跟医生吵架呢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神神叨叨的。哦，有可能是在精神恍惚的情况下，自控力降低，失足坠落的。
那千晓马上去做进一步尸检吧。哦，好。哦，对了，队长，我在回来的路上看了一下卓凯的手机，发现了这几个视频，看一下。那就等尸检结果出来再说吧。好，大家先忙吧。哎，这不是给我的。浩浩，陆叔，童姐说你病了，你怎么样啊？你在哪儿呢？我正在回家的路上。陆叔，你赶紧回家吧，别上班了。好，我一会儿下了班就回来。拿着，拿着。二哥，他来了。一会儿他出来，你要跟紧了，别跟丢了。好嘞。今儿人挺多呀。文静呢？在楼上。文姐，听说渗饭的那小子死了，我没听说呀。不是你干的吧？我发誓，我要背着你杀了那王八蛋，我他妈出门就让警察给抓了。你被警察抓了，对我可没什么好处。那倒也是啊，文姐，我觉得这事儿啊，80%是他们自己人干的，灭口来着。不过也好，顺带也帮了咱们。这可不是小事儿，警察都出动了，他们一定能查到些什么。那怎么办啊？你说他会不会查到咱们这儿啊？真不是你干的，查到咱们这儿我也不怕。不是文姐，你得相信我呀。行，取货去吧，到地方。那我走了，文姐。他出去了，我现在跟着他。你小心点。哎。陆叔，你回来了，你没事吧？你看我这样子像有事儿了吗？童姐说你病得很严重。
他说的那么严重吗？不是你别闹，咱有病咱就去治。现在科技很发达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你就别操这个心了。还没吃晚饭吗？吃过了。那一会儿还要回学校？不回去了。你好久没回来了，给你换个床单。有个事一直想跟你说，师傅的事儿，可能高春的判断是对的。那我爸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让真相水落石出的。哎，陆队，怎么这么早啊？哦，昨天加了个班。哦，对了，昨天晚上在周凯尸体上发现了新的擦伤。是有人动过尸体？不是，应该是卓凯在坠楼时受到了其他撞击，由于肌肉组织在他死后新陈代谢大大降低，所以伤痕在当时并未出现。三氧化二铁？没错，应该是类似于防雨棚之类的金属制品。哎，你也这么早啊？啊，我昨天也加了个班。我根据千晓提供的内脏骨骼伤势做了一个高度模拟实验，发现确实有疑点。你说说看。卓凯所住的那栋楼单层挑高是3.2米，窗台距离地面的高度是1.8米。如果他是从8楼跳下的话，坠楼高度应该是24米。但是我根据计算出的冲击力做反推，发现他实际的坠楼高度应该在30米以上。大早上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的。哎呀，你们都没回去啊？走吧，去现场吧。从酒吧出来之后，长毛就去了一家洗浴中心，待了大概半个小时，然后他就去一家大排档吃饭，之后大概11点左右的时候，他就去上次那家地方散货。终于见到货了吗？对，地方还是那个地方，但货是新货。这么看的话，洗浴中心应该已经事先买好雷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提前把东西放在了洗浴中心？八成是在更衣室的储物柜里。那这就麻烦了，更衣室里没有摄像头，咱们怎么查？只能明着来，而且得亲自来。可是咱们俩他们都见过，怎么跟？哎，还记得我吗？姐夫，我就知道你没死。
你姐夫有那么容易死啊？但是我听燕儿姐说，你跟一个司机，你真中了一枪。不过这一枪挨得太深了，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枪，我根本查不出来是谁陷害的师傅。这么说，贩毒的不是我爸，对不对？你还信不过你爸？我当然信得过。那我现在就告诉洛叔，我看他还有什么话说。现在真正的幕后主使还没有找到，就那副那死脑筋，你觉得他会相信你的话吗？而且，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见过我，尤其是你这个洛叔。行，浩浩，姐夫想请你帮个忙。就是对面那个窗户是吧？对。慢点啊，队长。哎，田华，你刚才说那坠楼高度多少来着？至少30米以上。走，咱们去10楼看看。有人吗？没搞错吧？我的天哪！我刚才是不是上楼了？刚才，这是不是就能解释为什么保安跟着卓凯回家，却看不到卓凯所描述的一切？这10楼才是真的现场吧？哎呀，看来他真是让人给下套了。那这卓凯也忒脆弱了吧？吓唬吓唬就跳楼啦？亏心事儿干多了，心里虚呗。你们看啊，无论是民警、保安他们的描述，还是那天咱们从医院出来以后卓凯的反应，我觉得被这么吓唬，可不是1天2天了。可是你就算再被吓，他也不至于认不清自己家在几层吧？怎么就从8层一下跑到10层来了？哎，天华，你调一下那个电梯里的监控吧。哎，你们来看看这是什么？不是空调吗？录音笔。也这个是吧？
么样？都看见了。这个，确定是这个人吗？是啊，这个黄毛拿了一个盒子，放他自己柜子里了。人呢？应该马上也出来了。好小子，给你记一功。嘉华啊，你想给我们看什么呀？这翻来覆去的，没有发现区别吗？时间不一样。没错，按照电梯的上行速度1.5米每秒计算的话，上行至8楼大概需要15秒的时间，但是他却用19秒。也就是说，每当卓凯一个人坐电梯的时候，是有人在操控电梯的，是这意思吧？可惜走廊没有监控视频，看不出是谁进出过这个房间。负责小区电梯维护的查过。有一个叫董立生的，不过前几天辞职了。我呀，本来想查楼上这个房子是谁租的，结果到中介公司一问，是一个叫王丹玲的人，干了一单私活，所以也不知道这个承租人是谁。那你联系一下这个王丹玲啊。联系不上。有那么疼吗？别给我痔疮了，你是要我命啊你！你说啊，你明明是在干好事儿，非要整一凶神恶煞的脸，干嘛呀？就长这样，凑合看吧啊！你做饭，我收钱。老板上菜，客人吃完了，老板娘结账。
听这个录音笔里的音频，这东西好像能置换，你听一下。什么这咿咿呀呀都听不懂。你让田华分析一下这个音频。走吧，董立生都到了。走。西南理工大学机械自动化研究生，说现在工作这么难找吗？研究生在物业里边当修理工啊。明白。不用兜圈子了。周凯的实习是我做的。这么直接？那你说说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爸去年得了癌症，化疗需要一大笔钱，我们拿不出来。于是我想到去众筹网站申请募捐。本来我们已经筹到了几十万的善款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卓凯要盯着我们。他发了一堆调查，说我开豪车，说我是白领，说我月薪几万。结果那些不明真相的网友就开始天天人肉我们，天天打电话骚扰我们，还给那些众筹网站举报我们。那些网站顶不住压力，把我的项目给取消了。我保不谈。卓凯报这些事儿是真的吗？那车是我朋友借我的，方便我接送我爸爸去医院检查。我从来都不是什么白领，我只是在我导师的公司里面给他帮帮忙。我月薪只有几千块，所以你就报复他？他活该。但是，我只是想折磨他一下，我没想过他会跳楼。你具体说说你都做什么了？我是维修主管，小区里所有的设施都归我负责。之前我去周凯家检查过中央空调，趁机偷偷拍下了他家所有的布局。那楼上那房子就是你租的？是。他说的那些闹鬼的事儿，都是我设计的。口供倒是没什么破绽，作案动机也符合，但我总觉得那儿有点不对劲儿。怎么说？你听他说的轻描淡写的，但是你想想看，这么大的工程是他一个人能完成的吗？还有那10楼，就算他布置的再像，那生活上的细节肯定也跟卓凯家有出入吧？啊，卓凯是精神受了刺激，那只会更敏感啊，那怎么会一点察觉都没有呢？啊，队长，你音频怎么样了？我做了波形和声像的分析，发现在这段音频里面有一个不易察觉的低频反复有规律的出现，我把它提取出来了，你们听。我还让乔博士帮我分析了一下，他认为这是一种心理暗示。催眠啊？没错。其实人在长期催眠的状态下啊，他的认知力啊、判断力啊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。队长产生幻觉，估计也是这个原因。然后我刚才检索了一下那个学术网站，上面有一个华人学者发表了一篇有关于声音催眠的文章。田华，你把那网站打开。就这个，冯碧泉。很巧，冯佳佳的父亲。冯佳佳的父亲。莲花，你把卓凯手机里那个视频调出来。好。这俩老头不一人吗？查着了，冯碧泉在淮南路的万豪酒店。你好，什么可以帮您？你好，对方。您稍等。
弄错了呀？怎么跟了一天了都不是啊？他今天不是要去洗浴中心送货吗？肯定得先取货呀。慢着慢着。怎么来这了？这是公安局啊！我靠，这要跟咱们玩灯下黑。红旗超市。周游，这人你认识啊？何止认识啊？奶奶，我要这个。拿着吧，你妈不让你吃甜食，就是不听话。加个饼干。大姐，这饼干过期了，我给您换一个。哦，好。这个好。孩子自己拿的，我都没看。没事，您有需要常来。好。好了啊，来，那您慢走啊。从我当警察第一天起，这家超市就在公安局对面。难怪你认识他。不是熟啊，我师傅跟他也是老相识。可是这样，您确定你师傅就是他杀的吗？只要能确定这个生意是他的，我师傅的死就跟他逃不了关系。这哥们儿也真是艺高人胆大，在警察眼皮底下这么明目张胆。从今天起，他这出戏都逃了。